普丁、川普要见面了，挑的地方是阿拉斯加。为什么挑这里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俄乌战争，从2022年2月打到现在，打了3年多，到底要如何善了？川普见了普丁，哇，这也是一个世纪会面了哦。好，那世纪会面呢，能够谈出一个很好的结论吗？就让我们看。但是我们来看这回谈的地点非常的特别哦，这个地点呢在阿拉斯加，太特别，时间点。8月15，哎呀，这个时间点也特别，所以呢，你看到这些世界上的这个领袖对领袖啊，你知道他们也是要这个看风水啊，这个挑好日子哈。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看风水，看到阿拉斯加为什么？每一个地点、每个时间背后都有非常多没有说出来的一些意义。阿拉斯加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告诉大家，首先。阿拉斯加距离俄罗斯非常近，美俄之间呐，像这个川普都会说，我们是邻国。人家想说，拜托你八竿子打不着，他们还真是邻国。阿拉斯加跟俄罗斯呢就在旁边，而且呢，他们最近的地方只有88公里，近不近？很近，所以呢，这一回啊，你看到了这个普丁从莫斯科飞到阿拉斯加，川普从华盛顿飞到阿拉斯加，川普还飞久一点，所以你就看到了，谁更近一点？那当然呢，这个阿拉斯加除了跟俄罗斯非常近之外，它以前根本就是俄罗斯的，它最早呢就是俄罗斯的领土，但是呢，在那个年代。俄罗斯好穷哦，所以穷到怎么办？卖国土。所以呢，在1867年的时候啊，阿拉斯加这一片地啊，以多少钱呢？720万美元的一个这个代价就卖给了美国。那个时候谈成这笔这个国土地交易的，当时的这个美国的一个代表，还被这个美国国人笑说：“你买那不毛之地干什么？那么远买那干什么？”然后还说他好蠢。现在蠢不蠢？哎呀！太聪明的交易啦，因为在阿拉斯加发现了石油，发现有黄金，所以呢，这是一个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所以如今回头来看，会觉得哇，这个交易怎么那么聪明啊？当年到底是谁说他这个很笨的？哇，你才笨！好，那当然呢，现在有很多俄罗斯人就会说，怎么会把国土卖掉？应该还来。好，那当然没办法啦，你当年谁要卖掉的嘛？所以呢，阿拉斯加。本来就是俄罗斯的，这一次呢，有人这样讲，川普呢，他特别挑在阿拉斯加，就是想要告诉全世界。好，这不是我讲，这是英国一个学者讲的。他说呢，挑在阿拉斯加，川普没有说出来的意义是。国土可以买卖嘛，有钱就 OK， 条件谈好就可以。土地国界可以变更嘛？你看这个美国跟俄罗斯的国界不都变更了吗？所以你这个泽伦斯基在坚持什么啊？好像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弦外之音啊。好，那当然呢，你会说，普丁怎么这么勇敢到阿拉斯加？你看他那个时候被这个国际法院通缉的时候啊，普丁甚至哪都不敢去，然后他只敢去哪几个国家，就是跟他好朋友国家，去中国，对不对？然后呢去北韩，对不对？然后呢去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些国家，他就确定我去了那边我还回得来，我还看到明天的太阳，所以我才敢去。这回你敢到美国领土去？你对川普真的有非常大的信心。首先，我们要带你看到，美国它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国际法院的缔约国。所以呢，这个美国我根本就没把你国际法院发什么通缉令，我没把你放在眼里。有人形容说，这个是西方的一个这个领袖，西方国家的领袖对国际法院完全蔑视的一个表现，就是你是通缉犯你是这个国际法院到处通缉要抓的人结果呢，你这大辣辣我来到你美国，然后我跟你美国这个西方国家领袖谈，坐在那个地方很舒服，然后呢也没什么事情，也不会被抓，这个感觉这个国际法院哇塞，这个颜面无光啊，对吧？所以呢，他选在这个地方，他愿意来阿拉斯加，一来很近，再来这个是在这个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之后，普丁是第一个踏上阿拉斯加领土的俄罗斯的领袖，这也很有意义吧？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个地点呢，可以说是这个双方皆大欢喜，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会面地点。好，那再我们来讲到那8月15又是怎么回事啊？8月15呢是二战的终止之日，终战日啊，也就是日本正式宣布他战败投降，那输给了美国嘛。那这个美国呢，挑在这个8月15啊，就是要告诉普丁，好，这又是那个学者讲的，告诉普丁说，你看。
当年日本多厉害，我都把它打败。你如果不听我的话，你小心我会跟当年这个世界大战一样这样对付你哦。然后呢，你看到了美国呢，当年打败了日本，然后呢，不只是在战争上击败日本，后来的日本呢，当然他就没有在这个穷兵黩武啊，就认真的发展经济啊，因为反正他也被国际限制，他不能发展军武嘛，他就认真的发展经济，然后短短数年间，他累积，他变成了全世界第2大经济体，哇，好大！美国又看他眼红，所以呢又给他签了一个广场协议。广场协议一签，短短6年，他把日本打趴，日本陷入了失落年代，然后美国自己成了这个很大的经济体哦。当然这都后话啦。但是呢，8月15这个日子哦，在这些这个观察家眼中就觉得感觉好像是这个美国挑的日子，然后呢刻意的要给普丁。告诉你说，你如果不听话的话，小心哦，我不只会这个弄垮你的战争，我打败你的经济哦之类的，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好，那当然呢，这个普丁要去见川普啊。这个大家又说为什么那么迫切啊？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川普比较迫切，为什么？因为川普迫切的想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但普丁又觉得我打得好好的，现在他战争占上风，我好像没有什么必要现在跟你和谈嘛，对吧？但是呢，他的盟友拜托他谈，逼着他谈，好像让他不得不谈，怎么回事呢？美国用关税战，像他最近对印度下重手，他说印度因为你买俄罗斯的石油，你间接赞助了俄乌战争，赞助了普丁打乌克兰，所以呢，我要给你加关税，即便印度是美国的好朋友，我加你关税，加到50%，其中25%呢，就是因为你买了俄罗斯的石油，要二级关税。中国呢，也因为他跟俄罗斯买石油，所以呢也面临到了现在呢可能会有比较高的关税。所以呢，这个普丁啊，站在这些朋友都是帮我。那我现在为了我害得他们被牵连，我这个说不过去。如果他都不站出来做点什么的话，那这些盟国以后还要挺他吗？不挺的嘛。所以呢，普丁此时此刻呢就必须要给一点面子，要有一点动作，所以这时候愿意谈。再来呢，你看他谈之前呢，他先赶快去安抚一下他的这些盟友们，确保告诉你的盟国说我会跟美国怎么谈，然后我绝对不会出卖你们，我怎样都讲清楚。好，我们先看他首先打给中国的习近平主席，打给他，然后呢，这个央视就大篇幅报道说，哎呀，普丁打了电话，然后呢，告诉中国，他用的字很特别，他用通报，他说普丁呢通报，他在这个8月6号，普丁跟美国的特使谈了一下，这个有会面，谈了的结果呢，他跟中国通报，好，这个是央视的说法啊。那通报了之后呢，那当然这个中国就说了，哎呀，那这个非常这个感念啊，这个普丁的一个这个诚意嘛，对吧？然后呢，不只是通报，这个是8月6号的一个谈判结果，同时呢，他也特别讲了一下，接下来呢，他会跟川普有一场会面，也提前告诉中国，所以呢，大家就说了，哇，那你看他要先讲清楚说，哎，我不会出卖你哦，我怎么样讲清楚，我再去见这个川普啊，感觉是给盟国一些这个面子，很多对你很看重。另外呢，他也打电话给北韩，然后呢，这个金小胖呢，他就讲了，他就说，哎呀，你看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我帮了很多忙，我出钱又出力出武器，所以呢，这个普丁觉得哇，金小胖你真的是一个好朋友，铁腕兄弟。好，所以呢就说了，这个北韩的金正恩就说我们持续的会有高度合作，然后呢非常感谢这个俄罗斯这个非常尊重两国的条约精神，他们还以后会深度合作。那他同时也打电话给印度了，所以可以说啊，这个普丁在这个出发见川普之前，打电话给所有的可能会关注这一场会面的人啊，通通让大家安心。别怕，对，我去。好，那当然两个人要谈什么呢？好，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当然他希望历史留名，他希望成为和平总统，然后大家现在呢都知道要怎么样顺着他毛摸，知道川普喜欢什么，我就投其所好，我就可以得到一些利益了哦。好，那你既然想要当和平总统，那来谈嘛，那我就看你怎么跟我谈。好，那么对于这个这次的谈判的会谈过程没有乌克兰的角色，这一点呢，当然是这个乌克兰还有欧盟国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觉得那你们谈出的结果我不要认嘛，对吧？因为你们要谈我的这个未来，结果我不在现场，所以有人这样形容说，这次的谈判，川普跟普丁坐在餐桌上，乌克兰在菜单上，
欧盟呢是旁边的 waitress 在端茶送水。好，那这样形容当然是比较逗趣一点啦，但差不多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好，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个这次没有找泽伦斯基，一来呢，川普当然这个对泽伦斯基非常的这个不满意了之前直接在白宫吵起来，然后后来呢，他每一次这个想了很多条件要帮忙这个解决这场战争，泽伦斯基都说不，我不，什么都不答应。他说川普说你们就那个土地就看打到哪里，对不对？我们就地停下。那你们自己，你要打到哪里？那不就是你们各自实力嘛？我们就地停下。那如果是这样就地停下的话，哇，那这个乌克兰会丧失很多土地哦。所以呢，泽伦斯基就不愿意，那川普就不高兴。所以呢，现在两个人有点僵持。好，那再来呢，欧盟也觉得说，这个武力怎么可以拿来？如果大家都觉得打到哪就算哪的话，那以后大家都来打，对不对？那怎么能这个样子呢？所以你看到这次的会谈当中，当然还是有一些必须要这个双方能够找到一个跟乌克兰跟欧盟妥协的地方，找到他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地方。好，但是呢，你说这个川普这次讲了一个话很有意思啊，他讲说交换一下土地嘛，这个土地的交换是可以接受的。就说什么叫土地交换？好，他的意思呢是说，这个俄罗斯现在拿下了很多乌东的一些地区嘛。他说，你就把那个，你如果最想要这个顿内茨克的话，那你就把那个另外那些地方这个还给乌克兰，然后呢，你就把顿内茨克都拿下来，我们就交换一下，这样的你们自己谈好，说我真的很想要这里，那我就拿这里，那个地方不是很重要，我还给乌克兰，好，类似这样子，那我们就各自都有一点妥协嘛，那不就谈成了吗？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条件呢，这乌克兰可能不太答应嘛，对吧？但是呢，你说输了战争的国家割让土地这个历史上都是这样，但是呢，中国好特别，中国呢赢了战争。还割让土地，好，这个就是康熙了。康熙呢，那个时候清朝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看到了这个中俄边界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呢，明明康熙打了胜仗把这个俄罗斯人呢通通都打败了，结果呢，因为你知道这个在这个黑龙江这些地方这个康熙看不太上，他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很荒凉，你们又有争议我还在那边打来打去。那当然啦，这个把俄罗斯人打了赶走了很棒，但如果我要在这个地方武装我的民众，让他们可以从此抵御俄罗斯人的一个入侵的话，那他担心在这个地方如果这些民众都有武力，天高皇帝远，万一你们乱起来，我要怎么办？所以呢，就放弃，干脆呢就跟这个俄罗斯签了一个尼布楚条约像是丧权辱国了尼布楚条约，然后把这个贝加尔湖这些地方这个300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全部通通送给俄罗斯。好，这件事情也是蛮荒唐的，明明我们打胜仗了，结果还把土地通给送给人家，拱手让人。好，那当然啦，讲回来了啦，讲回来我们就来看这次的一个这个谈判的一个结果了。当然对于俄罗斯来讲他就是希望这个乌东这些州我通通要拿走，然后克里米亚那我当然也不能放。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讲，就觉得你们就赶快立刻停火，然后呢，看土地是要用交换的方式，还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达成协议，快一点做，因为他要拿诺贝尔和平奖。那对于欧盟来讲呢，则觉得说，这个土地国界怎么是可以用武力来决定的呢？不能所以呢，这个感觉这些大人们这个。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的。那乌克兰呢？乌克兰从一开始的说，我绝对不同意，每一寸土地我都不让。现在感觉好像有一点软化了那到底最终会谈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一些这个俄乌谈判这些这个最新的一个内容美国跟这个俄罗斯那个谈这个俄乌战争怎么样善了。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拜。